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南怀瑾先生有关古人诗中的养气功夫的论述。事实上，唐宋以后的士大夫们讲究静坐的，学习吐纳的，做练气、养气功夫的非常多。我们随便举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人，如唐朝白居易有首诗：自知气发美因情，情在何由气得平，若问病根深于浅，此身应与病齐生。这完全是他养气功夫的报告。他说自己明明知道气动的时候一定是受了感情的影响，是心动而同时气动，所以在没有修到无心的尚有我此心时，则必因情而动心，心动就气动，那么气也就没法养得平了。如果要问容易动气的毛病有多大的话，老实说，当你一出生有了这个生命的时候，这个动心动气的毛病就有了。因此他又有一首诗说：病来道士教调气，老去山僧劝坐禅，辜负春风杨柳去，去年断酒到今年。一面在修心养气，一面又在动心惹气了，看来蛮好笑的。又如宋朝苏东坡的诗：西尘妙智本来空，更极微阳一线功，照夜一灯长耿耿，闭门千溪自蒙蒙。他说这是一个物理世界，我们予以层层分析，分析到像微尘那么微细，再去层层剖析，到最后它里面的中心则是空的。现代的自然科学已经证明了苏东坡所引用的这项佛家理论的真实性。所谓原子、核子、中子等剖析下去，最后的中心是空的，而这本来的虚空又因更极微阳一线功，这又是我国传统文化易经的道理。本来世界就是虚空的，只是因为一点点阳能持续回复的作用而奏功，由虚空产生了万物万有。认识了这项真理，在晚上一盏孤灯之下打坐，把心念之门关上，千念万虑都屏诸心门之外，于是气息平静，久久都在一种蒙蒙然的氤氲状态之中，自由自在，舒适安详了。本来苏东坡对佛道两门的学问修养都很喜欢研究，而且也有点实践的小功夫，所以在他的这首诗里，对养气的功夫做得好像较有进步。但是他在狱中做的诗有梦绕云山心思路，魂惊汤火命如鸡，不免又动心惹气而不安了。还有陆放翁的词里也说：心如潭水静无风，一坐数千溪。所谓潭是指山中小溪，流经之处有一较宽阔的深水巨处，天然有调节溪流水位的作用，在溪流中称为潭，如台湾的日月潭、碧潭、露丝潭等。在河川间则名为湖，面积就更广阔，水也更深，如大陆的太湖、鄱阳湖、洞庭湖等。放翁在词中说，养心养气要养到像没有丝毫风吹的潭水，水面上没有一丝涟漪，平静的如同镜子一般。这样一坐下来，就连续数千息，一呼一吸称为一息。平常人打起坐来，心念平静的时候，呼吸是非常缓慢轻微的，甚至好像不在呼吸，而勉强去分辨，一息可能至少要3-4秒钟。而在这心如止水的平静之中，一坐可以数千息之久，也是很不容易的。陆放翁的一坐数千息，是在静坐中做数息观的老实话，心里专注出入息的次数，便是佛家讲修养方法的专注意愿、细心意愿，也就是与孟子所谓持其志，无抱其气的原则相同。我们读了陆放翁这些词句，便知道他晚年也讲究养气的功夫，这和他少年时代早岁哪知是时间。中原北望气如山的气概虽然同样是时气任性，但此时的数息养气当然不是少年时代壮气凌云一般的粗放了。如果以人生的经历和心情来讲，他写一座数千息的词句应该在他写下面这首在过沈园时之后了。梦断香消40年，沈园刘老不飞免，此身行作稽山土，游钓遗踪一渲然。如此论断都是想知当然的事，而放翁毕生的义气却是至死不衰，所以才有下面这首诗表达的临老的庄严壮气。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5万高乃翁。这些虽然都是文学上的气概，但文字、寓言与义气之间却是息息相关，不可分割的。摘自孟子与公孙丑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
愿意跟我一起学习南老师的智慧，请点赞、转发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的新视频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